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态支持澳大利亚抗中，法国又犯浑，马克龙又在打什么算盘？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有外媒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后发言称，法国坚决反对对澳大利亚采取任何的胁迫性经济措施，并一直致力于捍卫印太地区的平衡。外媒分析到，尽管马克龙没有直接点到中国，但是在发言中说的胁迫性经济措施很明显指的就是中国。毕竟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又有哪个西方国家有可能在经济上让澳大利亚暴跳如雷呢？对马克龙的表态，莫里森显得十分兴奋，夸赞说法国是澳大利亚的好伙伴。其实莫里森之前也曾试图去寻求其他国家领导人在抗中仪式上的支持，也在G7峰会召开时找到拜登和约翰逊商议，但是这两国领导人似乎并没有马上就配合莫里森抗中的意思。法国作为欧洲大国，在此时表态支持澳大利亚，莫里森自然是自得的。那么法国这次是真的要和澳大利亚一起弄什么所谓的抗中？法国这次又犯浑了。马克龙曾在本月1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目前的优先应对对象应该是俄罗斯而非中国。对于北约把重点强行转移到中国不满，2019年的时候，马克龙也指责北约战略不协调，对欧盟在战略上一味跟随美国有很大意见。可以看到，马克龙很清楚和中国作对，并不会让北约让欧盟获益。那么法国弄这么一出支持澳大利亚抗中戏码，又是为了什么呢？首先我们得知道，中国是法国亚洲第1大、全球第6大的贸易伙伴。2019年，法国向中国出口额就达到325.8亿美元，而中国向法国的出口额是329.5亿美元，可以说是基本达到贸易平衡。再来看中澳之间的贸易往来情况，2020年中澳双边贸易就有1683.2亿美元。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额达1148.4亿美元，澳大利亚在华市场份额无疑是不小的，也让法国眼馋不已。2021年，由于澳大利亚一再挑衅中国，中国官方宣布在今年5月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在中澳贸易受阻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方全年损失约493亿。澳大利亚在华市场削减，那必然就有其他国家填补空缺，法国也想趁机抢占份额。法国肯定不乐意中澳之间恢复原来的贸易强度，毕竟中澳恢复了关系，法国就没办法趁机得利。中国有一句古话，正能很好的体现法国现在的心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法国希望中澳做那相争的鹬蚌，这样好做那得利的渔翁，不把水搅浑，不鼓励支持澳大利亚继续抗中，法国又怎么能趁机捞好处？只是那莫里森还傻愣愣的以为马克龙是澳的好伙伴，真是叫人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风水轮流转，中国空间站正式投入使用，为何说美国建立的太空秩序破灭？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6月17日，中国神舟12成功发射，与天河核心舱对接，标志着中国空间站正式投入使用，成为世界现存第2个空间站。全世界空间实验室除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现在多了一个选择，中国的天宫空间站。中国航天团队愿意与世界各国合作开展空间科学研究，这实质上标志着美国建立所谓的太空秩序的破灭。国际空间站几十年以来是世界唯一太空站，能进入空间站的国家除了俄罗斯，只有美国和他的盟友。可以说，美国掌控着空间站的运转，也意味着美国能限制其他的国家参与太空试验的机会。俄罗斯在国际空间站发挥着太空补给和人员运输的重大责任，但是没办法带其他国家进入空间站。而中国则是被美国完全封锁太空技术的国家。然而风水轮流转，中国新建的天宫空间站有了独立的太空实验室。中国对空间站的科研需求是极为庞大，光是祖传科技的农业技术就需要利用太空独特的环境进行更多的试验，最终提升中国的农业技术，丰富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已经出现我们餐桌的太空育种的西红柿、辣椒等等各类作物，以前是使用返回式试验卫星或者神舟飞船实施短时间太空育种完成了，现在有了空间站，植物太空育种时间可以大幅延长，甚至直接在太空培育后代，极大丰富了太空育种的试验内容和研究深度。世界上有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或者与美国没有好关系，甚至被美国认定为敌人。这些国家都对太空很向往，也想利用太空技术提高国家发展水平。之前这些国家自然没办法得到美国的允许，参与国际空间站进行各类太空试验。现在中国有空间站，其他国家就有机会与中国合作，试验本国特色的科学试验，分享太空发展成果。对于美国来说，太空技术霸权，或者说它称为的太空秩序，是维系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部分。美国能吓唬住那么多国家，它建立的 GPS 导航系统大幅提升美国的巡航导弹打击能力，而国家空间站更是拉拢盟友，向盟友展示美国科技实力和美国慷慨大方共享太空资源的重要道具。美国很多先进技术来自于太空技术的深度和拓展应用。
换句话说，美国投入1亿美元投入太空科技，未来将有几亿甚至10几亿美元的长期回报。美国认识到太空技术属于大投入大收益，自然要挡住更多国家，尤其要阻止中国进入太空领域。当前美国认定中国是全面战略竞争者，自然自己已经认识到单靠美国自身是无法赢得这场竞争，就想办法拉拢更多国家对抗中国，甚至不惜以各种条件威胁。最新被威胁的是阿联酋，美国称如果阿联酋不拆除华为的5G基站，就别想要 F-35隐身战机。然而现在，如果美国已排除出国际空间站实验名单，为要挟其他国家加入反中国联盟，那些国家自然不用犹豫，果断转投中国空间站，破坏美国的反华图谋。中国空间站原本是单纯的科学研究设备，却成为中国和美国竞争的重要加分点，美国的扣分点。拜登上演翻书式变脸，与普京会晤刚结束就发起新一轮的制裁，普京将被彻底激怒，中国也要提高警惕。敬请关注本期内容。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霸权主义不受到威胁，就想尽办法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国近期不断受到美国的干扰，船舰、侦察机、制裁无一不是美国政府的工具，而受到美国大量干扰的国家也不只是中国一个，俄罗斯也成为了美国关注的对象。俄美两国领导人刚会晤结束，美国就开始对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制裁。有人说，美国有了拜登的带领，正式走向了下坡路，看来这是一个正确的说法。那普京是否将被彻底激怒呢？去美元化是否又进了一步呢？据观察者网相关消息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提出，美国将对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制裁。沙利文表示，美国将继续对俄罗斯在北溪2的项目上给予制裁。沙利文并没有告诉媒体何时会对俄罗斯出手，但是将会在不久找到目标后就发起制裁。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结束后，美国的第一轮制裁。俄美两国总统在举行会晤期间强调保持友好关系，采取正当的形式进行双边竞争。但是会晤刚结束，美国就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意味着普京将会被彻底惹怒。普京之前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会议上就已经强调，世界金融货币体系的发展就是需要货币的多元化，这就是潜意识地告诉美国，俄罗斯有准备去美元化想法。俄罗斯副总理随后也表示，如果美国继续给俄罗斯实施制裁打压的话，俄罗斯将在石油贸易和结算中从此放弃美元结算。这本是俄罗斯给美国的一个提醒，但是美国似乎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俄罗斯对于美国的制裁必定会给予回应。不过美国目前面临还有一个危险的处境，就是伊朗总统大选。18号伊朗总统大选时，伊朗强硬派代表莱西成功获得了大选胜利，这也是美国所面临的一个噩耗，因为在与美国谈判中，如果存在分歧，伊朗也有去美元化的想法的话，这对美国将会是一项重创。拜登上演了一场翻书式的变脸，前脚跟普京会晤探讨怎么合作双边关系，后脚就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样的行为中国应该高度警惕。从这件事上，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不择手段地对其他国家发起制裁，可以看出美国毫无信誉可言。在今后我们与美国进行合作的情形下，应该保持清醒的思路，如果太过于相信美国，说不定拜登也会立马翻脸对中国进行制裁。所以说，拜登带领的美国正在走下坡路，说的确实没错。美国这样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的内心险恶，试问谁敢与这样的国家开展多边合作呢？拜登计划彻底乱套，法德两国领导人单独会晤，公开与美国作对，欧洲要有自己想法，要和中国独立合作。美国作为科技与经济强国，在全球一直有着强大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开始横行霸道，不顾及国际准则，肆意干扰其他国家的发展，扰乱国际秩序。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发展，变得强大，很快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将中国视为威胁，开始想方设法针对中国。他们认为，中国越发展，就对美国的危险性越强。但中国军事科技发展的过于迅速，以至于美国政府认识到，单凭自己的能力，已经无法阻止眼前这条巨龙的发展了，所以想拉拢一些向他靠拢的国家来一起遏制中国的发展。不过目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的计划似乎已经乱套了。美国政府一直想着通过一些方式将欧洲国家撮合到一起，然后共同抗衡中国，于是将 G7 集团峰会当成了一个很好的传播介质，用来灌输反对中国的计划。
而他也如愿以偿地在 G7 峰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认为七国集团应该更团结地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但是结果却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如意，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当场就对此表示不满，认为世界各国需要在很多例如气候的问题上同中国一起合作，共同应对所遇到的难题，所以不应该将 G7 集团峰会的主题因为美国而带偏，不能让外界认为七国峰会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商讨怎么抵制中国。很显然，这3个国家并不同意拜登的说法，并且也不愿意同中国产生一些误会或者分歧。他们想的是以后怎样同中国合作。这样一来，拜登的计划已经彻底乱套了。在日内瓦会晤结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18号进行了会晤。默克尔认为，美国和俄罗斯2国领导人进行对话，提示着欧洲也应该这样举行领导人会晤。据路透社相关消息报道，18号，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接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2国领导人就一些目前国际上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默克尔在举行会谈前表示，俄罗斯虽然对于欧洲有巨大的挑战，但是就目前的局势分析，如果欧洲想要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同俄罗斯进行交流。之前在 G7 峰会上，默克尔就直言，在全球体系中，中国占有巨大的贸易市场，是世界各个国家的主要贸易出口国，所以欧洲不一定要必须听从美国的意见，同美国走在一起抵制中国。马克龙也表示，欧洲国家应该在气候、国际贸易等问题上同中国一起努力，而不是听从美国的意见，把和中国的分歧继续夸大。欧洲应该走自己的路。7国峰会结束不久，默克尔和马克龙就开始单独举行会晤，这说明德国和法国根本不认同美国政府的观点，他们不愿意同中国产生更大的分歧，选择和美国作对，同中国继续合作。欧洲有了自己的想法，不过能够成立 G7 集团，就说明之前欧洲国家还是对美国有一定信心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又开始举行单独的会晤？美国政府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了吧？